第七哥回来了，并且从被控制的异类骑士升级成了主角团的超级英雄。上次视频刚说过第七哥之死，然后这一集第七哥就复活了。上次是讲到超限斗神第16集，现在是第20集，不知道之后第七哥的戏份怎么样。既然洗白复活了，会不会成为常驻角色呢？话说第16集，第七哥告诉超限斗神，只要人们不忘记他，他就一定能回来。然后故意输给了超限斗神。第七哥的剧情暂时告一段落。反派资本家的荒原集团收购了男二的食品业务，然后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出售食品。男二感觉不对，去找荒原集团谈的时候，对方也不装了，直接叫来了反派干部小丑。小丑的水晶球子直接封印了正在摆变身动作的塔米尔。这小丑的技能机制也太逆天了。小丑直接拿着男二水晶球，要和超限斗神比超能力网球。男主输了就要把变身器给他。这次我要是输了，我给你这个。至于为什么不直接用水晶球子把超限斗神也封印了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小丑表演魔术的时候，明明水晶球子不止一个，应该是导演不让吧。小丑把超限斗神拉进了决斗领域，可以使用网球王子一样的杀人网球，男主根本应对不了。这时候旁边的女主在关心男主时，直接变成了护士装。所以说这个领域就是随想即行，立根心念走。男主直接想象自己不用变身器就变身成超限斗神，用武术打网球，还会使用闪电5连鞭。被救出来的塔米尔难得不用小黑屋实景变身了一次，一个大招打爆了小丑。这个小丑挺抽象的，纯数值还打不过普通形态，玩机制就能直接秒别人。不过爆炸后小丑应该是没死，自己走了，暂时下线了。之前第一个女干部也是没死，后来还去找男二研究自己的身世。也许最终大结局的时候，真 BOSS 一个阿瑞斯集结令，把这些前期干部都拿出来用。荒原集团的资本家其实是现阶段 BOSS， 集团的一个员工只想赚钱，不愿意背叛人类加入反派，被 BOSS 一掌变成了沙滩的王者。智能手表留下了反派自爆的记录， BOSS 巴顿发动了沙尘暴，导致了超限斗神的世界封城了。同时荒原集团停止了食品供应，人们不能出门，也没东西吃，增强了全市的负能量，增强了反派的实力。超限斗神直接拿皮套当防护服穿，可以出门，直接去找巴顿决战。巴顿直接召唤了之前几集被打爆的杂兵们。这不是我们铠甲勇士系列的传统套路，打 BOSS 之前必须重新打一遍复活的单元怪吗？还说你不是铠甲勇士？这几个小怪之前就不行，复活了肯定也还是不行，3两下就被秒了。但是巴顿抬手又把小怪复活了，再打爆又再复活。就在这时，路过的假面骑士复活了。没想到正是时候。你终于来了！只要观众还在期待，英雄就一定会登场。这就是特摄的规律。超限。去吧！有我，那就拜托你了，走吧。第七哥这变身特效有点反派啊！黑暗天启留着对付小怪，超限斗神上楼直接对战巴顿，一上来就被霸气秒了，解体翻滚。好在变身没有冷却时间，打败 BOSS 之前先被秒杀解体，然后继续变身，这不是我们奥特曼系列的传统吗？第七哥打爆小怪之后上楼一起打巴顿，女主在旁边手机直播，把 BOSS 的计划广播了出来。第七哥让大家相信超限斗神，只要打败怪人就能结束沙尘暴，而且男二的降临集团已经在买物资送来了。反派的负能量加成被直播消解掉了。本集完，不知道下一集打败巴顿是不是还有真正的 BOSS？ 还有就是第七哥这次复活能活多久？会不会再找个什么理由让他退场，然后拍第2季的时候就不用请井上正大了？现在超限斗神的播放量1234万，已经超过了国超英雄的1197万。但是看旁边的分级就会发现，凯六从首播的36集10分钟版本重新剪辑成了18集24分钟版本，
还修复了一些配音音调被加速之类的问题。由于分级少了一半，播放量也就少了一半，所以超限斗神播放真的超过凯六还要等一段时间。豆瓣上说超限斗神只有21集，所以说马上就要完结了，也和凯六一样挖了伏笔没有填。希望第2季能顺利和大家见面吧。目前网络上没刷到第2季开拍的消息，不知道和铠甲勇士续作哪一个能先开播。超限斗神快完结了，可以评论一下了。这剧的特效和后期剪辑，尤其是打击音效，明显是比凯六好特别多的。当然，也没有哪个特摄音效不如凯六了。但是主线剧情套路还有文戏的拍摄方法，尤其是搞笑桥段，完全是和铠甲勇士一个水平的。比如男主男二在完全没必要的情况下，就是要打起来，然后特别轻易就和解了，和解了以后就是好兄弟了。然后单元怪就是被老板压力的打工人，负能量爆棚黑化了。打最终 BOSS 之前，把单元剧皮套捞出来作为小兵重复利用一下。还有男二是有钱的霸道总裁，还有刑天和烈凯里联络召唤人和引路的穿隐师，跟这个特效小精灵。还有就是搞笑桥段本来可以好笑，但是拖得太慢了，大家都反应过来了，笑完了还不切到下一个桥段，就不好笑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是竖屏短剧团队操办的，大家能想到的人设和剧情就这些。现在结局略显草率，感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升级形态，幻神核心就是一些小装备。到大结局了，还是应该拿出帝皇铠甲那种和基础形态实力完全不同的新铠甲，才会比较有结局的感觉。